盒子之外，跳出盒子看世界。今天我们来聊聊 MBTI 16型中的 ISFP 类型。ISFP 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在和自己的对话中获得能量和动力。同时，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是实实在在的，可以触碰的，相信自己所感知到的世界。他们对于颜色、声音、光线、气味非常敏感，能够分辨出常人难以察觉的细微差别。在决策中， ISFP 更多的考虑情感方面的因素，倾向于让自己感觉良好的选择。他们对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持开放性的态度，不喜欢快速的下定义和贴标签，在生活中预留出变化和可能性。坦率地讲，做这一期节目之前，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研究 ISFP， 想抓住对这种人格的准确认知。ISFP 可能是16型人格中最随遇而安的类型，但是他们最常见的称谓却是探险家。他们对自己的感觉有切实的把握，对自己想要的生活有不犹疑的态度，却是最随和安静、与世无争的类型。这种既入世又出世的感觉让我摸不到这种类型的核心，但最后我发现，其实入世和出世的概念根本不适用于 ISFP 这种类型，他们是彻彻底底的活在体验中的类型。在 ISFP 眼里，只有他们感受到的才算是真正的生活。Bob Dylan 曾说过，在一天中我会变化，醒来时是一个人，睡觉时却明明是另一个人，说的大概就是这种感觉。我认为相比于 ISTP、ISFP 和 INFP 有更多的相似性，他们有相同的主导功能内向情感。有趣的是，内向情感的本质是一套自我认知的判断功能，而拥有这种主导功能的两种类型却同时拥有 P 型的偏好。他们都不会对他人的人生做出判断，但却会努力思考自己的人生价值。可能说到这里，一些小伙伴会感到困惑，涉及到荣格8维的理解，我们会在 MBTI 16型人格系列完结之后有进一步的探讨。说到 ISFP 与 INFP 的不同，有一句话叫做 INFP 是上帝的羔羊，而 ISFP 是普通人家的猫。INFP 常常把自己放置于一个庞大的格局中来思考自我价值和人性，并且有强烈的自我牺牲的倾向，而 ISFP 则时时刻刻都保持着自己的优雅感性。对于他们来说，生活和诗没什么区别，他们不需要在宇宙的宏大格局中感受自己。一缕阳光、几支油彩、一把吉他、一张 CD 就可以让 ISFP 进入到和自己缓缓对话的世界。这两种类型都盛产艺术家。INFP 的能量往往安放在宏大的命题之中，在反复拷问中追求升华，但如果不加以控制，很多能量其实会被浪费，容易陷入原地打转的思想陷阱。而 ISFP 的才情则是自然的，无论是平静还是激越， ISFP 都呈现出较少的自我折磨的倾向。ISFP 的视听嗅味处五感敏锐精确，所以他们的艺术常于呈现感官，会给人一种诉说感，哪怕是赤裸或者恐惧。INFP 的艺术表达相对虚幻晦涩，多用想象和隐喻，而 ISFP 的艺术表达追求对体验的极致捕捉，真实的表达人类的本能。INFP 追求的是顿悟的一瞬间，而 ISFP 则是渐进的铺陈。INFP 的艺术是自己想象出的，而 ISFP 的艺术则是自己感觉到的。做一个连线游戏，暂停10秒钟。C'est fini. I believe in God, absolutely. Absolutely. Very much. And I believe everybody comes to the world for a reason, I think. Most of us spend our lives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the purpose of our being here is. What do you think yours is? My purpose? Oh boy, I think to give in the best way I can, do so.
I mean, I am committed to my art. Art has as its ultimate goal the union between the material and the spiritual, the human and the divine. I believe that to be the real品质要求最高的类型，他们的内心账户是一个体验账户，他们能够给生活量化，把体验当作货币一样存入自己的内心，那是 ISFP 前进的储蓄。ISFP 的生活态度决定他们的消费水平不会低，但是对于金钱 ，ISFP 只是把它当作获得新的体验的工具。至于钱生钱这样的投资 ，ISFP 则提不起兴趣。像一分价钱一分货的这种理念 ，ISFP 是不接受的。因为他们喜欢的东西跟钱无关，他们似乎没有这方面的概念。只要能给自己一个美丽和隐蔽的环境 ，ISFP 都愿意投资。ISFP 之所以被称为探险家，不是因为 ISFP 喜欢旅行和探险，而是因为他们希望自己获得不同的感官体验。这些变化并不一定通过 INFP 那样快速改变环境来刺激，相反的，在平静的生活中 ，ISFP 就能够体验出不同。ISFP 能够发自内心地体验他人的生活，如果他人的生活遭遇到了什么变化 ，ISFP 能够把自己带入，好像自己经历过一般。他们是真正具有同理心的类型，哪怕对方自己完全不认识，甚至是个素不相识的罪犯 ，ISFP 也能够设身处地地同情他们。这也是 ISFP 型艺术家为何有如此丰富的素材的原因。张爱玲写出《倾城之恋》《心经》，金锁记时还不到24岁。Bob Dylan 写出《Blowing in the Wind》之时也才22岁。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How many seas must the white dove sail before she sleeps in the sand? How many times must the cannonballs fly before they're forever bann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在工作岗位上和人际关系中 ，ISFP 可能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止损。ISFP 渴望自由和创造力，但同时有和他人情感保持和谐的动力。伤害他人是 ISFP 最不愿意做的事情，甚至为了让他人不受伤 ，ISFP 会承担一些本不属于自己的过错。所以，当一份工作或者一段关系让 ISFP 感到痛苦时，他们经常难以抽身。张爱玲为何被胡兰成捏得死死的，跟他这方面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ISFP 要尽量远离重复而规矩繁琐的工作岗位，和他人产生情感链接的，又能满足自身对于美和艺术追求的岗位，诸如美术指导、咖啡师、舞蹈老师、园艺设计师等，都是适合 ISFP 的岗位。ISFP 的可爱之处在于他们沉静矜持、优雅不张扬的生活态度，他们不会对他人评头论足，他们对美的追求没有攻击性和排他性，让人感觉舒适。祝愿 ISFP 都能享受静而美的生活。还有2种类型 MBTI 人格系列就完结了，这是最后一种内向型人格。感谢屏幕那端的支持，可能我们素未谋面，却能够产生联系，感谢你。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盒子之外的节目，欢迎订阅，这样你就不会错过节目更新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